现在农村铁牛早已经取代了耕牛，在彰化溪州还有一位年轻人却是选择养牛耕作。他认为牛耕不只是技术而已，而是土地与生命教育的课程。而他的牛耕队由4头水牛和黄牛组成，这些牛不只是下田，还参与了许多的地方活动，像是一日养牛人的体验，甚至是进入校园，希望透过人与牛的互动，吸引更多人能够接触农业、关心农业，进而为农村带来商机和改变。彰化溪州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叫拖拖拉拉牛耕队。队长高一兴是青农，但队员不是一般农民，而是4头超萌的水牛与黄牛——拖拖拉拉、阿芝和妞妞。爸爸，爸爸，爸爸，姐姐。他过去对我们农村奉献很多嘛，为我们人类的社会奉献很多嘛。其实我们现在可能不需要他，但是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对待它这样，而不是说，它很像一个工具这样。好，那它其实是一个生命，就是觉得生命值得被更好的对待。快点喝啊，要工作，快点。高一兴和4位神队友从田间走入校园，从乡间走向都市，一人4牛的组合，让农村里被遗忘的风景重新被看见。也在田埂间上演一场又一场珍贵的文化与生命课，直接接触土地，能够让更多人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来更多的接触农村，然后了解、理解我们的农业，了解了你才会关心嘛，那关心才有机会改变。拉拉是高一兴养的第1头牛，今年13岁，相当于人类的40多岁，正值壮年。一早，高一兴牵着它走出牛舍。今天他们有重要任务。今天到田里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今天就去帮人家开沟。来 ，Go Go Go。不怕对牛弹琴，与牛沟通，他有一套，讲英文买通。Go， 然后停就啊哦，然后要它快一点就咻咻咻，这样，慢一点就哦哦哦哦。别看牛慢吞吞，要它跑起来也可以。Go， 你有时候会让它跑一下，让它暖身一下，嘿，好 ，good。替拉拉套上牛轭，连接犁具，上工喽 ！Go， 很棒！不要歪，走好。人牛合作无间，在田里画出一道道美丽线条。但刚开始可不是这样。当年拉拉和他都是农业新手，哪会听他指挥？不是耍牛脾气，就是罢工。互相学习，互相伤害。那时候可能比较不懂怎么教牛啊，他就会很抗拒跟我工作这样，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乖乖的走，他就给你乱走啊，走歪的啊，不然就是工具就不给你套啊。为什么会养牛？这是高一兴最常被问的问题。大学念企管的他，约13年前因缘际会投入自然农法。遇见在新竹创立水牛学校的牛耕艺术家李春信，深受启发。当时他花3万元买下6个月大的拉拉，开始学习牛耕。一方面觉得说，这个牛以前帮我们耕田的牛都不见了，那他们都跑去哪里了？这样都好像都变成肉牛，变成食物这样，比较不舍这样。然后想说，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技术传承下来。那当初想的很简单，就觉得我把一头牛教会，它会工作，那它就不用去卖命这样，它就不用去卖它的肉啊。务农生活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找牛舍四处碰壁，最后落脚浊水溪畔有许多农地的溪州。
邻里对牛只包容度高，他和拉拉终于在这处三合院安定下来。拉拉之后加入团队的是托托，他最爱跟拉拉争宠，不时向高一星撒娇讨拍。从互动里看得出来，这位平常低调少言的大男生对牛的感情其实很深。因为他是职业耕牛嘛，那因为主人就是不想用牛了，退休，身体没办法负荷嘛，那就是差点被送去屠宰场。那一年除夕买回来的。Go Go！ 为了学牛耕，他曾四处拜访老农，却抓不到诀窍。直到耕田经验丰富的托托加入后，高一星才发现，想要精进牛耕技术，最好的老师不是人，而是牛。我看那个老农在用那个牛，在跟牛工作都很顺嘛，我就想说，那个牛那么乖，我来用我也很顺。我一直都以为是牛的问题，后来我发现说，不是，是我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然后我就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嘛，那我就有去改变我的做法。然后后来就跟拉拉就工作上就顺利很多。现在要去收集载牛的食物，一天都要200公斤以上，至少要200公斤啊。一头牛就要50公斤啊。最多时他养过5头牛，生活被牛绑住，光张罗食物就够他忙了。这叫狼尾草。如果你没有买干草，你就每天都要来，每天来割1-2趟吧。所以我们还要种玉米啊。因为玉米杆也可以给他们吃，还有水稻草。他几乎全年无休，出门不能超过1天，否则得托朋友帮忙照顾牛，收入也是一大问题。他常问自己，还要继续下去吗？曾经有动过放弃的念头吗？有啊，每天啊，我都开玩笑说每天。我们实际上会想放弃，但是我们想更多的是怎么继续维持下去的。把这个生命把它照顾好，就是你讲的感情啊，就是你对他，你觉得你对他有一个责任。养牛肯定不是为了赚钱，但高一星知道，必须赚钱才有办法养它们。后来他思索出一条路。割低一点，尽量割低一点，然后这样子反手抓，然后就一次这样把它割断。1、2、3，扩散了。2019年，他租下一块地，用牛来耕作，推出股东制，参与民众可以获得生产的牛耕米，以行动支持友善环境的理念。一种类似社区支持型农业的方式啊，那他们就是会在网络上跟我预定米，我们就是用友善耕作这样，然后用循环农法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稻子收割完以后，我们的稻草会留给牛吃这样。这天是收成的日子，除了股东的到场，还有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割稻打鼓，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收割这样子，因为孩子们看到，如果都只是直接看到现在，甚至 AI， 它甚至都是直接都自动化，他们没办法想象以前人是怎么生活，然后是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这样子。那他会觉得所有东西都就是那样，就是理所当然。他们现在就像一个小稻苗嘛，我们给他什么，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吃进去。我们的环境没有这样子的这么有心的人在提供这样的活动啊，或是这样的理念，让他们继续吃到心里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机会长成一个友善、对环境友善的人这样子。要把这些活动办成，幕后需要一群推手。他与在地社团合作，让农村不只是生产，更是创意基地。
以农业社会来说，其实现在牛的需求已经没有了，可是它就应该被消失吗？还是说它要用什么方式去延续过去的这些文化跟精神？他们延续牛耕文化的方式，就是把它转化成体验活动、文创商品。在高一新的3合院里，处处可见正在晒的牛粪，能做成盆栽、牛粪熏香，成为循环再利用的创意商品。要近一点，要近一点，不然它吃不到。这几只牛为农村带来意想不到的商机。现在有一群人假日会走进溪州，为牛而来，当一日养牛人，喂牛吃草或牵牛耕田去，亲手体会什么是粒粒皆辛苦。来，慢慢的，慢一点啊。最初高一新只是单纯承诺要照顾牛一辈子，没想到这份承诺慢慢牵引他走上传承牛耕文化之路。2018年起，牵牛走入校园，至今走遍70所学校，最远到花东。他带孩子认识这片土地的历史，也教他们尊重生命。那为什么我们要用拖拖拉拉当队名呢？很多人会问，铁牛早就取代耕牛，为何还要保留并推广牛耕？其实，在田里学到的不只是技术。很多人都会以为我们是观光型的动物农场，我说没有，我们真的都不是，只是很单纯，就是因为我们也很幸运的是有了这些牛的伙伴。那这些伙伴其实从他身上是有值得我们人类去重新学习这个农村或是这个社会的一种关系。第一，它可以谈的是循环农业；第二，它可以谈的是食农教育；它可以谈到生命教育。透过牛耕文化、牛这件事情，然后吸引更多人，他们也可以就是间接的因为这样，然后来接触农业、关心农业，就是希望农村更好，农业更好。对，有我们共同的理念目标。在高一新与牛队友的努力下，消逝中的100年农法持续在土地上扎根，传统与创新结合，在泥土里播下农村的新希望。